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進行一場深度的知識拆解。我們探討的主題是一個極度複雜，而且幾乎每天都在你我手機螢幕上演的現象。大家一定都有注意到，我們現在看到全球有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走上街頭，或者在社群媒體上發起串聯，轉發各種倡議貼文。但這背後其實隱藏着一個非常核心的衝突，非常值得我們深度拆解。我們必須問自己，這些龐大的青年行動到底是在創造真實的結構性的權力改變，還是說這一切其實只不過是演算法驅動下的展演內容？這是一個關乎我們社會未來的巨大提問。今天我們會透過一場在牛津大學辯論社的精彩交鋒，從實務與系統運作的角度，把這個青年倡議的矛盾點一層一層剝開來給各位聽。重點來嘍！我們今天的解析將分成5個階段，帶領大家走過這趟充滿思辨的旅程。第一，我們會先界定現代青年倡議的困境；第二，剖析演算法下的展演邏輯；第三，對比歷史與現代的運動機制；第四，釐清行動與組織的本質差異；最後第5點，我們會進行深度的實務解析。阿修，我會保持絕對客觀，不偏袒任何政治立場，純粹就系統機制與歷史事實來為各位拆解這場極度複雜的辯論。首先，進入我們的第一部分，現代青年倡議的困境。我們要特別強調，我們現在是在分析系統本身，而不是在攻擊年輕人的初衷。在展開分析之前，我們必須先釐清一個關鍵的定義，也就是展演性。這個詞在辯論中指的是一個行動的主要導向是為了被看見，是為了一群觀眾去實踐某種信念，而不是為了產生立即的結構性的立法改變。各位要注意，展演性並不代表虛假，這絕對不是一個用來罵人的詞彙。年輕人參與靜坐或絕食，都是極不誠實的信念表達。這場辯論真正的核心爭議在於，現代的權力系統是不是已經極度進化，把年輕人的力量完全限制在被看見這個表層階段而已。關於體制到底有多難撼動，牛津辯論社的提案方分享了一個非常真實，甚至有點殘酷的故事。很多倡議者一開始都在體制外大聲抗議，試圖取代那些決策者。英國前首相約翰梅傑曾經說過一句很粗俗但極度精準的名言。他說，與其在帳篷外面往裡面尿尿，不如進到帳篷裡面往外尿。於是許多懷抱理想的年輕人努力爬到了決策者的位置，但悲哀的是，當他們真正坐上那個位置之後，為了迎合龐大的官僚體系，往往就變成了當初自己所反對的建制派。這個故事深刻地凸顯出，要促成體制的實質改變，難度絕對遠遠超乎我們在街頭抗議時的想象。我們繼續聊下去，這就來到了我們的第2部分，演算法下的展演邏輯。我們來看看現代的數位架構究竟是如何形塑抗議行動的。現在的抗議行動已經完全無法脫離注意力經濟的邏輯了。首先，演算法的機制獎勵的是立即的曝光與強烈的情緒共鳴，它優先推播那些容易被分享的視覺影像，以及極度吸睛甚至極端的標語。在這樣的系統下，那種需要長期蹲點、建立聯盟的苦差事，就被無阻力的一鍵轉發的即時數位行動給取代了。更致命的是，現代倡議的生命週期是用短短幾天的新聞週期來計算的，而不是數十年的政策推動。這等於是說，系統在鼓勵大家被看見，而不是鼓勵大家變得有效。我們必須理性的分析，社群媒體的架構就是會把堅定的信念轉化成可以被快速消費的數位內容。這種情況其實社會大眾都非常有感。有一份具體的調查數據指出，高達76%的成年人認為，社群媒體上的社會倡議只不過是給了人們一種自己正在改變世界的虛假錯覺。76%，這個數字明確證明了大眾非常清楚現代數位參與那種毫無阻力的本質。大家都很容易在網絡上花3秒鐘按個讚，覺得自己盡了一份力，但現實世界的權力結構其實絲毫未損。
為了找出這背後更深層的原因，我們進入第3部分：歷史軌跡與現代對比。我們必須把過去的運動機制跟今天的現實拿來對照，才能看清問題的深度。我們回顧一下社會運動的演進。在1960年代，美國格林斯伯勒的黑人學生發起靜坐，他們是直接用肉身去承受體制的物理暴力反撲，借此瓦解種族隔離。同樣在60年代，蒙哥馬利公車杯葛事件，則是對體制造成了立即且無法忽視的實質經濟衝撞。對比現代，2020年代牛津大學的羅德茲必須倒下運動，雖然聲量極大，但校方只要祭出委員會施展拖延戰術，同項至今依然矗立。到了2024年的跨國企業數位杯葛行動，雖然創造了巨大的社會關注，但企業的結構性資本依然毫髮無傷。這告訴我們，現代的機構架構已經學會了如何吸收衝擊，他們只要靜靜等待學生的熱情消退，根本不需要做出實質讓步。我們用具體的商業數據來證明這一點。在面臨全球性的抗議與杯葛下，星巴克的國際銷售額確實重挫了23%，麥當勞的全球銷售額也下滑了12%。各位，這些巨頭企業確實損失了超過10億美元的龐大營收。但是，即使承受了這樣的跌幅，這兩大跨國企業的底層供應鏈與機構資本卻完全沒有被干擾。他們照樣每天服務全球數千萬名顧客，照樣在全球各地開設新門市。這再次印證了現代資本結構早就進化出極度強大的避震能力。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面對現代抗議缺乏實質破壞力的指控，反方提出了一個非常強大的反擊邏輯。在1960年代，當那些年輕學生發起靜坐時，當年的建制派也是這樣嘲笑他們的。他們說，這些年輕人很快就會放棄，然後被遺忘的，他們只是一群愚蠢無知的暴民。反方的核心論點非常犀利，他們認為貶低和輕視年輕人的行動本身就是每一個時代的掌權者最喜歡玩的一種展演傳統。他們永遠會用“你們只是在作秀”這種話術來回避年輕人真正想探討的結構性不平等。順着這個邏輯，我們進入第4部分：行動與組織的本質差異。這也是整場分析中最核心的概念框架。辯論社的反方代表贊德·莫利斯提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區分：我們必須釐清行動與組織在實務上的巨大差異。行動的目的是為了推廣社會理念，透過直接的作為與高曝光度來建立大眾意識；而組織呢，則是持續性的日常工作，目的是為了建立關係、談判籌碼與集體政治權力。我們絕對不能用有沒有立刻改變結構這種屬於組織的標準來評價行動到底有沒有效。這個概念用一個生動的比喻來拆解就更清楚了。如果我們把社會看作一個人的身體，行動的目標是捕捉大眾注意力並提升意識，這就像是去跑步，目的是為了拉高你的心跳率。而組織的目標是改變結構與政策，這就像是去舉重，目的是為了鍛鍊肌肉。一個健康的社會，既需要拉高心跳率的行動，也需要鍛鍊肌肉的組織。現代的網際網絡與社群媒體，其實只是大幅度降低了跑步的門檻，讓年輕人更容易拉高社會的心跳。這並不代表他們就放棄了長期的肌肉鍛鍊。接着我們進入最後一個階段，第5部分，實務視角的深度解析。我們要看看在展演外衣下究竟藏着什麼樣的真實反抗。請大家記住這個極度沉重的數字：45。尼泊爾的青年抗爭者在辯論中帶來了第一手的見證。去年，尼泊爾政府為了壓制反對聲音，全面封鎖了社群媒體。年輕人為了奪回發聲的權利走上街頭，在這場抗爭中，總共有45名年輕的學生喪失了生命。這背後的分析邏輯是這樣的：展演的定義是，當付出的成本超過了掌聲，展演就會停止。但這45條人命證明了，當成本已經是失去生命時，他們依然不退縮。這就意味着，這絕對不僅僅是作秀，
而是真實的結構性反抗。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反方提出了強而有力的結構性證據，證明青年行動具備實質威脅。首先，各國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修法，試圖將實體的街頭抗議直接入罪化。其次，大學機構因為學生的抗議活動面臨政府威脅，要祭出巨額罰款。再者，年輕倡議者背負龐大學貸，只要抗議被記錄，就可能面臨未來找不到工作的立即威脅。最後，英國推動進步法案的好法路計劃，其龐大的資金有高達85%來自公眾小額捐款，這背後極大比例是年輕人在支撐。國家機器絕對不會為了一場作秀去大費周章的修法或罰款，他們之所以瘋狂打壓，正是因為青年倡議對威權體制構成了實質且真實的威脅。綜合雙方視角，我們必須誠實地面對這個複雜的結論。現代抗議的表層確實被演算法高度最佳化，變得非常像是一場展演。然而，在那個表層之下，驅動這些行動的內部核心，依然是年輕人面對經濟危機、氣候災難與結構性排除時所產生的真實且深刻的反抗。因此，真正的問題已經不是去爭論年輕人到底是不是在作秀，而是我們該如何把他們內心那股強烈的直覺與熱情，轉化為持久的、能夠改變政策的結構性權利。最後，阿修想留給大家一個嚴肅的問題去思考：如果這個龐大的體制已經成功地把你我內心對改變世界的深切渴望轉化成了可以被隨意劃過的數位內容，那麼為了在現實世界中建立起真正能夠撼動體制的肌肉，你的下一個具體行動會是什麼？結尾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青年倡議在演算法推波助瀾下，抗爭看似流於表面展演，但其核心仍是對抗結構不公的真實力量。我們必須區分喚醒意識的行動與改變結構的組織。真正挑戰在於如何將數位聲量轉化為現實世界的政治肌肉。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